苏黎世的这个喜来登酒店，昨天晚上美美的睡了一觉，刚到的时候非常的累嘛，但是现在我觉得我已经恢复了，然后现在看外面，哇，真的就是阳光超级的赞，昨天还下雨，今天就是阳光灿烂，这分明就是为我沙白打开了阳光之路嘛，这个给大家看一下。看到没有，窗外的美景，待会儿我要去老城区逛一下。既然我现在已经很安全到达了苏黎世，所以我会就是比较开放的来 talk 一下，就是说怎么样去申请到瑞士当地旅游。首先呢，你一定是要得了重大疾病的，这个重大疾病是不可治愈的，或者是绝症，比如说像癌症之类的，或者是残疾。那如果你只是就是焦虑抑郁的话呢，我觉得可能申请的概率不是特别的大，因为我已经知道有很多就是焦虑和抑郁想要申请瑞士旅行的全部都被拒绝的，对方就直接说对不起，我们不能接受你你钱也不用付了，也不用交什么这个服务费了并且给了一个心理咨询热线，就跟我们中国差不多。所以说虽然说我觉得这样对于就是说有心理上承受巨大痛苦的人是很不公平的，但是这就是目前的现状。那我自己个人其实是比较激进派的，我也就是说去读了一些就是有关于这个瑞士当地机构的创始人他的一些比较激进的想法，他是一个 radical 的一个想法，他认为任何一个人就是说都有权来决定是不是要来瑞士旅行，不管说他是不是有生理上的病痛，或者是心理上的病痛，或者是任何其他的理由。你想我们作为人其实自由已经很少了，我们本来就不是自主自愿的来到了这个世界，对不对？那在其他的事情上面我们如果都没有什么自主权的话，那我们这整个的人生不都是由命运来操控的吗？对吗？这个点我在之前人是否自由意志这一节课里面我已经阐述的非常清楚了，所以他这个创始人他认为是我们作为人类他就是有这个权利可以就是说在任意一个时间段为自己去是否去瑞士旅游做决定。那我也是同意他的看法的，非常非常的同意。我有就是说认识一些人他承受着巨大的心理的一个痛苦，就比如说我知道有些人，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因为整容失败嘛，你想他整容本来就是因为要更美，对不对？但是结果整完以后可能会发现说原来就是说这个结果是比之前想象的，或者说是比之前其实挺美的时候还要更悲惨的时候，那这个人的心理他会承受一种怎么样的痛苦？你可能就一直就是说不想见人，就像我之前就是说我吃了激素以后不想见人一样。那我觉得因为毁容而不想见人，他所承受的这个心理压力，我也受不了我的前刘海了，就是承受的心理压力其实是远远大于这个就是普通的这个焦虑跟抑郁的，对吗？所以我其实这里是想为这种承受着巨大心理痛苦的人发一个声。我认为任何人其实都是有这个权利的，但可惜可能我们生的这个时代并没有就是说意识觉醒到那个程度，但是我相信在不久的未来会有更多的国家会推行这样的一个制度，也会有更多的人意识到，就是说我们其实作为人，它是一个天赋人权，这是我们身为人生而应该被赋予的一个权利，这样我们才会觉得活下去是有希望的呀，对吗？如果连这个权利都没有的话，那你的一切又是为了什么呢？对不对？所以那至于就是说你到底应该如何操作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只要你英文够好的话，我觉得你应该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首先你要交一个会员费，对吧？这个我觉得你是参加任何俱乐部你都是要交这个会员费的嘛，对吗？然后其次呢，你就是说要给他们发出一个请求，要告诉他们你为什么要去瑞士旅游。那么再次的话呢，他们就会要求你就是递交相关的资格证书。那这些资格证书的话呢，你需要用英文翻译。那之后的话，你就是等待嘛。一般等待的时间不会太久，特别是如果你的情况真的特别严重的话，我觉得你最多也就是等5周吧。等完5周之后的话，我觉得这个结果就出来了。出来之后的话呢，你就自然而然的按照他要求你再去办一些什么手续公证什么之类的也不是什么特别难的事情。最主要的说，可能是在这整个等待的过程中，你可能会觉得有点焦虑，对不对？因为你对于这个结果就像你升大学一样的，就是那种心情等待非常的那个波浪起伏就是不是很清楚说自己是不是会被拒，就是这个等待是比较焦虑的。但其实整个过程或者说我觉得他们那里的整个服务人员的一个态度都是不错的那里的这个机构呢，它其实是属于一个
非营利组织，所以他没有什么全职的人，他不可能就是说你一个 email 过去，他当天就回你的，一般就是过个2-3天回复你，因为他们自己在办公室的日子也是很少的嘛，一周可能上3天班这个样子的，好吧？这基本上就是去瑞士旅游的全攻略了。那至于说你要上哪个网站的话，我觉得你如果有这个心的话，你也不要就是说老是来，就是说完全去依赖别人来做这个事情，你自己也是要拿出一定的行动力的。你自己到外网上面去，就是搜，就是瑞士，就是搜入这些关键词嘛，对吗？瑞士旅游当局一定会跳出来这个机构的，这个机构呢是 D 打头 S 结尾的，好吗？然后一切，我觉得你都可以靠自己来解决。我只是给你们指明了一个方向啊，而且告诉你们这个方向是一定是有结果的，好吗？那今天就这样了，我不能多说了，我要出去玩了，我要跟我的爸爸出去玩了，拜拜。